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嘉信理财和盈透证券之间的无损转账。实际上，整个转账过程是从嘉信理财发起的，因为大家都是用的美国的券商，还是用英文比较好，这样熟悉一些单词之后能够更快的使用。嘉信理财网页版登录之后，在点击 Move Money External Accounts 这个菜单里面，就可以去管理转账了。这个 ACH 转账是从嘉信理财这一端发起的，我现在已经有3个不同的转账的通道了，一个是 Bank of America 银行的，一个是外资的，一个是盈透证券的。如果是说我们去设置转账的话，点击这儿的 Account， 在这儿我随便点一个，点击 Continue。这个时候需要去确认，告诉就是转账过后的话，之后每次的最低是$1就可以转了。点击 Continue，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选 Checking， 他问我们是否有一个外部的银行的账户，我们点是。实际上转账里面就是 Routing Number、Account Number， 它都有号码、账户号码，然后还有账户号码的确认 ，Account Nickname， 这个就是账户号码的昵称。就是之前我的那个消息里面设置了外资啊，还有 Interactive Broker， 就是通过这个昵称这儿去设的。自己有多个转账通道的话，这儿设下会方便一些。这是嘉信理财这边的情况。那我们如何去获得这个账户号码呢？盈透证券这边仍然通过网页端登录，登录了之后在 Transfer Pay 这边有一个 Direct Deposit Debit， 点这一下就出这个页面。这个相当于盈透证券所在的银行开出了一个虚拟的银行账号，通过这个账号可以进行 ACH 转账。所以它这边就是直接的 ACH 转账，通过银行进行 ACH 转账。这是我盈透证券的账号，我把这边都做了一些修改。刚才我们在嘉信理财这边看到，最关键的就是 Routing Number 和 Account Number， 就这2项就行了。然后这边 Routing Number 就是这个 ，Account Number 就是这个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盈透证券所在的银行是 UMB Bank， 是这一个银行。所以在嘉信理财那边看到的是 UMB Bank 的信息，并不是盈透证券。这儿会强调，这只是一个虚拟的账户号码。这儿有一个前提条件呢，就是嘉信理财和盈透证券这一边这个账户的用户名一定是同名的，才可以建立起这种联系。我这边已经开通了，然后开通完了之后，这儿会显示 Direct Debit Functionality is enabled for account， 就是这个账户，可以使用直接的扣账。但它这个扣账的话，也可以拿来做自己的一些生活啊、消费支出，一般是挣美元的，所以它这儿是一个虚拟的，可以做银行的 ACH 转账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在嘉信理财这一边就把 Routing Number、Account Number 填上去，然后这儿再取一个昵称就可以了。下面这些条款确认就行。
等这些条款确认完了之后，接下来嘉信理财这一边会有2笔款项打到盈投证券，在盈投证券这边会在 transfer pay、transfer funds 这儿可以去看到这2笔款项。看完之后，后面把这2笔款项点到这儿确认，然后这个通道就可以建立起来了。通道建立起来之后，就可以和我这样去转账了。然后比如说我这边盈投证券这边点一个 make a transfer， 然后这儿就点 cash only 只是转建新。我现在想从盈投证券这一边去转，然后转到嘉信理财。错了，我这个时候想从嘉信理财这边，也就是我的账户里面直接去转账，转到盈投证券。这儿比如说我转个$20，然后点确认，它就马上能转过去。它这边是1到2个工作日，但是结款的话，盈投证券它当时就可以用，只是它自己垫的这个款项。这样的话 ，ACH 免费转账的整个过程就完成了。但是以后自己如果是从嘉信理财和盈投证券这边去转的话，必须从嘉信理财这一端去发起。那比如说，那从嘉信理财这一边去发起，从盈投转到嘉信理财怎么转？那就点盈投证券的这一个账户，然后再转到嘉信理财的这个账户下就可以了。不过这儿再补充一下，我实际上开了多个账户，假设是当前的账户切换，然后再点另外一个账户，实际上点了确认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 routing number 没有变，但是 account number 是变化的。实际上这个里面 routing number 是一致的，但是 account number 这边是变化的。这儿说明什么情况？盈投证券假设是开多个账户的话，也就意味着自己有每个账户对应的一个虚拟银行的号码。但是这个账户我这儿并没有去使能，在这儿点 Review and Sign， 后来也可以直接去使能。那这样的话，自己实际上是有多个不同的账户信息的，可以方便不同的资金管理。在盈投证券这一边，内置的账户之间的划转是没有手续费的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